他了，開睡。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們要走進一段塵封的大唐往事，主角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寵愛的女兒高陽公主，以及那位被譽為玄奘最得力助手的辯機和尚。這段故事裡有金枝玉葉的驕縱任性，有佛門高僧的才情與沉淪，有禁忌之戀的熾烈與慘烈，更有皇權博弈下的冷酷與無奈。千百年來，高陽公主與辯機和尚的故事被反覆演繹，野史傳聞與正史記載交織，讓這段歷史蒙上了層層迷霧。有人說高陽是敢愛敢恨的奇女子，有人罵她是傷風敗俗的皇室叛逆，有人嘆辯機是才情絕世的高僧，有人悲她是陰晴殞命的痴人。今天我們就以《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等正史為基礎，結合考古發現與學術研究，撥開迷霧，還原這段歷史的本來面貌，講述高陽公主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她與辯機和尚那段注定悲劇的孽緣。在開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們先明確幾個核心問題：高陽公主為何能得到唐太宗的極致寵愛？她與辯機和尚的相遇是偶然還是必然？這段禁忌之戀為何會以如此慘烈的方式收場？高陽公主最終參與謀反，真的只是因為對唐太宗的願望嗎？帶着這些問題，我們一同走進貞觀年間的長安，走進這位傳奇公主的人生。要了解高陽公主，首先要從她的出身說起。根據《新唐書·列傳》第8朱棣公主記載，高陽公主是唐太宗的第17女，但關於她的生母，正史中並無明確記載，這也成為了歷史上的一樁疑案。在等級森嚴的唐代皇室，公主的身份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母的品級。唐太宗的皇後是我們熟知的長孫皇後，她為唐太宗生下了李承乾、李泰、李治3位皇子，以及長樂、成陽、晉陽、新城4位公主。除了長孫皇後，唐太宗還有韦貴妃、楊妃、殷妃等多位高級嬪妃，其中韦貴妃生下了紀王李慎和臨川公主，楊妃生下了吳王李克和蜀王李殷。從現有史料來看，高陽公主的生母絕非長孫皇後，韦貴妃的可能性也極小，因為韦貴妃的子女信息記載明確，並無高陽公主。因此，史學界普遍認為，高陽公主大概率是唐太宗的庶出女兒，生母可能是一位品級不高的嬪妃，甚至可能是沒有名分的宮女。按照常理，庶出公主在宮中的待遇往往會低於嫡出公主，但高陽公主卻是個例外。她深得唐太宗的喜愛，這份寵愛甚至超過了部分嫡出公主。《新唐書》中明確記載，主帝所愛，故禮義他序。意思是高陽公主深受唐太宗寵愛，因此她的駙馬房遗愛所享受的禮遇也不同於其他駙馬。那麼，一位庶出公主為何能獲得唐太宗的極致寵愛呢？結合唐代的社會風氣和唐太宗的性格，我們可以從2個方面來分析。其一，高陽公主的性格與唐太宗極為相似。唐太宗李世民本身就是一位敢作敢為、不受世俗束縛的君主，他發動玄武門之變，奪取皇位，開創貞觀之治，身上有着強烈的個性與魄力。而高陽公主從小就展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性格，她不像其他公主那樣循規蹈矩、沿袭女戒，反而喜歡騎馬打獵，性格骄縱任性，甚至敢頂撞父皇。根據民間流傳的記載，別的公主3歲學女戒，5歲練禮儀，
高陽卻能拿着木劍追着皇子們跑，甚至敢趁太宗批閱奏摺時，把硯台裡的墨汁抹在他的龍袍上。面對這樣一個野丫頭，唐太宗不僅不惱，反而笑着把她抱到膝上，任由她揪着自己的鬍鬚問：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比宮裡好玩？有次禮部尚書进言，說公主言行不合禮教，該嚴加管教。太宗卻擺了擺手，說道：朕的高陽不必活成規規矩矩的樣子。這種縱容恰恰體現了唐太宗對高陽公主身上那份野性的欣賞。其二，高陽公主可能是唐太宗晚年所生，老年得女的喜悅讓唐太宗對她格外疼愛。根據史料推測，高陽公主大約出生於貞觀初年，唐太宗已經登基稱帝，開創了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此時的唐太宗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一心爭夺皇位的皇子，而是一位成熟的君主，內心多了一份溫情。對於晚年所得的女兒，唐太宗自然會傾注更多的心血與寵愛。這種寵愛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高陽公主喜歡高門大院，唐太宗就命人給她修築最華麗的公主府。她喜歡珠寶古玩，唐太宗便在公主府擺滿珍貴物件，甚至在高陽公主出嫁後，唐太宗還允許她長居宮中，這在當時是極為特殊的待遇。正是這份潑天的寵愛，讓高陽公主從小就養成了嬌蠻任性、恃寵而驕的性格。她習慣眾星捧月的生活，認為自己想要的一切都應該得到滿足，也習慣不把世俗的規矩放在眼裡。這種性格為她日後的婚姻悲劇、禁忌之戀以及最終的謀反結局埋下了深深的伏筆。隨着高陽公主漸漸長大，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在古代皇室，公主的婚姻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個人選擇，而是政治博弈的工具。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自然也不會例外。他為高陽公主挑選的駙馬是當朝宰相房玄齡的次子房遺愛。房玄齡是唐初名相，被譽為贞觀之治的第一功臣。他跟隨李世民起兵反隋，輔佐他奪取皇位，在朝政上兢兢業業，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與器重。唐太宗將自己最寵愛的女兒嫁給房玄齡的兒子，無疑是為了鞏固皇權與功臣集團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場典型的政治聯姻。按照唐太宗的想法，高陽公主嫁入房家，既能讓房玄齡更加忠心於自己，也能讓高陽公主得到最好的歸宿，可謂是一舉兩得。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場看似完美的政治聯姻卻成為了高陽公主悲劇人生的開端。因為高陽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這門婚事。當他得知父皇要將自己嫁給房遺愛時，直言不諱地拒絕：武將之子粗鄙無聞，我不嫁。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房遺愛雖然是宰相房玄齡的兒子，但他卻完全沒有繼承父親的文韜武略，反而生性放縱肆意，不好學，但尚武有力。房玄龄病危時，房遺愛因门荫授官右衛中郎将，後來又擔任駙馬都尉、太府卿、散騎常侍等職，但這些官職大多是憑借父親的功勞和駙馬的身份獲得的，並非憑借自己的才能。高陽公主是一個喜歡文人墨客、追求精神契合的人，她向往的是琴瑟和鳴的愛情，而不是與一個粗鄙無聞的武夫共度一生。因此，她對這門婚事極為抵觸，硬生生把這場婚事僵持了半年。但公主的反抗終究抵不過皇權的意志，也抵不過政治的需要。最終，高陽公主還是被迫接受了這門婚事，在公元641年嫁給了房遺愛。
為了安撫受委屈的女兒，唐太宗對高陽公主的嫁妝格外豐厚，遠超其他公主，並對駙馬房遺愛的待遇也禮儀他許。但物質上的補償終究無法彌補高陽公主內心的不滿。婚後的高陽公主對房遺愛極為冷淡，甚至可以說是厭惡。她從不把房遺愛放在眼裡，更不願意與他同房。為了擺脫房遺愛的糾纏，高陽公主甚至主動為房遺愛挑選2個美女侍奉左右，以此來換取自己的自由。《新唐書》中記載，主與遺愛列，見而悅之，具仗其廬，與之亂，更以2女子從遺愛，思想異濟。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高陽公主為了與卞姬私通，甚至不惜用這種方式來安撫房遺愛，可見她對這段婚姻的厭惡程度。而房遺愛呢？她對高陽的冷淡並非沒有察覺，但她畏懼高陽公主的身份，更畏懼唐太宗的威嚴，所以只能選擇忍氣吞聲。她知道自己的官職和地位都離不開唐太宗的恩寵，也離不開房家的勢力，因此她不敢得罪高陽，只能任由他胡作非為。這種畸形的婚姻關係讓高陽公主更加放縱自己的行為，也讓她更加渴望在婚姻之外尋找精神上的寄託。除此之外，高陽公主與房家的矛盾也逐漸顯現。房玄齡的嫡長子是房遺直，按照古代的宗法制度，房玄齡死後應由房遺直繼承爵位和家產。但高陽驕縱慣了，她認為自己是唐太宗最寵愛的公主，她的丈夫房遺愛也應該繼承房家的爵位和家產。因此，她多次教唆房遺愛與房遺直爭奪家產和爵位，甚至不惜誣陷房遺直。《新唐書》記載，玄齡卒，主導遺愛一資，繼而反贈之，遺直自言，弟通讓主，乃免。意思是房玄齡去世後，高陽公主要求房遺愛與房遺直分家，後來又誣陷房遺直，房遺直無奈之下只能進宮向唐太宗說明情況。唐太宗得知後嚴厲斥責了高陽公主，這件事才不了了之。這場政治聯姻沒有給高陽公主帶來幸福，反而讓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與不滿之中。她對房遺愛的厭惡，對房家的不滿，以及對命運的反抗，都在等待一個爆發的契機。而這個契機，就是她與卞姬和尚的相遇。在講述高陽公主與卞姬和尚的相遇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卞姬和尚這個人。卞姬和尚絕非普通的僧人，他是唐初著名的高僧，更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歸來後譯經團隊的核心成員，被譽為玄奘最得力的助手。根據史料記載，卞姬遠承經舉之印，少懷高道之節，拈方志學，抽簪集福。意思是他出身於官宦世家，從小就心懷高遠，立志出家為僧。卞姬天資聰穎，才華橫溢，年輕時就博覽群書，尤其精通梵文和佛教經典。他出家後，師從著名高僧道月法師，在佛學上有着深厚的造詣。公元645年，玄奘法師歷經17載，從印度取回657部佛經，回到長安。唐太宗對玄奘的壯舉極為讚賞，親自召見了他，並下令在長安修建大慈恩寺，作為玄奘譯經的場所。為了完成譯經這項浩大的工程，玄奘挑選了當時全國最優秀的高僧組成譯經團隊，卞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年輕、最有才華的一位。在譯經團隊中，卞姬主要負責綴文工作，也就是將玄奘口译的梵文佛經整理成流暢優美的漢文。卞姬的文筆極為出色，深得玄奘的賞識。玄奘在翻譯完《大唐西域記》後，
更是親自指定辯機為主筆，將自己西行取經的經歷整理成書。辯機不負眾望，僅用了2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部20萬言的巨著草稿。玄奘在細細閱讀之時，越讀越覺辯機文筆不凡，字字珠璣，句句鏗鏘。這部《大唐西域記》後來成為了研究中亞、印度半島以及我國新疆地區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辯機也因此名垂青史。更難得的是，辯機不僅才華橫溢，而且相貌英俊，氣質超然。史書中記載，他眉目間自有一股超然氣度。這種兼具才華與顏值的高僧，自然容易引起女性的注意。而高陽公主恰恰就是那個敢於突破世俗束縛，追求自己所愛的人。2人的相遇，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會產生一段不平凡的故事。關於高陽公主與辯機和尚的相遇，史料中有2種不同的記載。一種記載來自《新唐書》，稱高陽公主與房遺愛在封地打獵時，偶然遇到了結廬居住的辯機。高陽公主見到辯機後一見鍾情。另一種記載來自少林寺的相關史料，稱唐太宗讓辯機在金殿講經後，到駙馬府為高陽公主夫婦講經，2人因此相識。雖然2種記載的相遇場景不同，但可以確定的是，2人的相遇與高陽公主的婚姻不幸以及辯機的才華氣質有着密切的關係。我們結合2種記載，還原一下2人相遇的場景。公元642年春，長安城西的会昌寺附近，高陽公主正與房遗愛外出打獵。此時的高陽公主心中充滿了對婚姻的不滿和对自由的渴望。她厭倦了房遗愛的粗鄙無文，也厭倦了宮廷的束縛。就在這時，她看到了一座簡陋的茅屋，茅屋內一位年輕的僧人正伏案研讀佛經，他就是辯機。當時的辯機正在高陽公主的封地結廬居住，潛心修行。高陽公主好奇心頓起，她走上前去，看到辯機和尚案頭那卷用金粉抄寫的《心經》，不禁輕笑，法師的字倒比那些翰林學士還風流。辯機抬頭看到一位身着鵝黃襦裙的貴婦倚在門框，指尖把玩着一隻金步搖，氣質雍容華貴，卻又帶着一絲不羈。辯機雖然是出家人，但也認出了這位公主，他連忙起身行禮。2人交談起來，高陽公主驚訝地發現，眼前這位年輕的僧人不僅精通佛經，而且對詩詞歌賦、歷史典故也頗有研究，他的才華遠超自己見過的所有文人墨客。而辯機也被高陽公主的美貌與直率所吸引，他從未見過如此敢於突破世俗束縛的皇室女性。在交談中，高陽公主向辯機傾訴了自己婚姻的不幸，而辯機則以佛經中的道理開導她。一來二去，2人之間漸漸產生了一種跨越世俗的情愫。另一種記載則更為曲折。當時，玄奘向唐太宗推薦辯機，稱他才華橫溢，精通佛法。唐太宗十分高興，便讓辯機和尚每逢3、6、9日在金殿講經，為自己和滿朝文武講解佛法。高陽公主得知後，多次向唐太宗要求，讓辯機在金殿講經後，到駙馬府為他和房遺愛再講一次經。唐太宗欣然同意，並讓房遺愛每次專程接送辯機。就這樣，辯機經常出入駙馬府，與高陽公主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在講經的過程中，高陽公主被辯機的才華與氣質深深吸引，她喜歡聽辯機講解佛經中的奧義，更喜歡與他討論人生的真諦。而辯機也漸漸對這位驕縱任性、
卻又內心孤獨的公主產生了同情與愛慕。她知道自己是出家人，不應該有世俗的情愛，但高陽公主的熱情與直率卻像一團火焰，點燃了她內心深處的慾望。從此，兩人陷入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禁忌之戀。高陽公主經常以供養佛經為名，造訪辯機的茅廬。她送給辯機無數的錢財寶物，甚至將唐太宗賞賜給她的金寶神枕也送給了辯機，作為兩人愛情的信物。而房遺愛雖然察覺了兩人的私情，但他畏懼高陽公主的身份，只能選擇默許，甚至為兩人的約會打掩護。高陽公主為了感謝房遺愛的配合，也為他挑選了2個美女侍奉左右，三人之間形成了一種畸形的平衡。高陽公主與辯機的禁忌之戀持續了6年有餘，在這6年裡，兩人沉浸在愛情的甜蜜中，卻忽略了世俗的眼光和皇權的威嚴。他們以為只要小心翼翼，就能永遠守護這份愛情，但命運的齒輪早已為他們準備好了悲劇的結局。公元64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盜竊案揭開了這段禁忌之戀的面紗。當時，長安城內發生了一起盜竊案，御史台在審理此案時，從盜賊的贓物中發現了一個金寶神枕。這個金寶神枕並非普通的物品，而是皇室專用。御史台官員見此情景，不敢怠慢，立即對盜賊進行了嚴厲的審問。盜賊在嚴刑拷打之下，終於坦白了金寶神枕的來歷，稱這個神枕是從辯機的住處偷來的。一個出家的僧人，怎麼會擁有皇室專用的金寶神枕？這背後一定隱藏着不為人知的秘密。御史台官員立即召見了辯機，對他進行了審問。辯機只能坦白交代，稱這個金寶神枕是高陽公主賞賜給他的，兩人之間存在私情。這件事關係到唐太宗最寵愛的女兒，御史台官員不敢擅自處理，立即將此事上報給唐太宗。唐太宗得知此事後，怒髮衝冠。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自己最寵愛的女兒竟會與一個出家人私通，這不僅違背了倫理道德，更玷污了皇室的尊嚴。尤其是當他得知自己還曾讓辯機到駙馬府為高陽公主講經，相當於自己親手促成了這段孽緣時，更是憤怒不已。唐太宗的憤怒不僅僅是因為高陽公主的傷風敗俗，還有對辯機的失望。辯機是玄奘法師最得力的助手，是他親自支持的譯經高僧，如今卻做出這樣的事情，這讓他顏面盡失。更重要的是，在唐太宗看來，辯機的行為是對皇權的挑釁，是对世俗秩序的破壞。因此，唐太宗下令將辯機處以腰斬极刑。辯機被處死後，唐太宗並沒有就此放過其他人，他還下令殺死參與此事的奴婢10餘人，以此來警示高陽公主。對於高陽公主本人，唐太宗雖然沒有處死她，但也給予了嚴厲的斥責。《新唐書》記載：帝一怒，腰斬辯機，殺奴婢10餘。主一忘，帝崩無哀容。意思是唐太宗發怒，腰斬了辯機，殺死了10多個奴婢。高陽公主因此更加怨恨唐太宗。唐太宗去世時，她甚至沒有露出一點悲傷的神色。辯機的死對高陽公主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她失去了自己最愛的人，也失去了父親的寵愛。在她看來，辯機的死都是因為唐太宗的冷酷無情，他對唐太宗的怨恨從此深深扎根在心底。這種怨恨也讓他的性格變得更加極端，為他日後參與謀反埋下了伏筆。公元649年，
唐太宗李世民駕崩，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唐太宗的駕崩對高陽公主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方面，他失去了最大的庇護者；另一方面，他對唐太宗的怨恨也因為卞基的死而無法釋懷，甚至在唐太宗去世時，他都沒有露出一點悲傷的神色。唐高宗即位後，對高陽公主的態度與唐太宗截然不同。唐高宗性格懦弱，缺乏主見，朝政大權逐漸被長孫無忌掌握。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後的哥哥，是唐高宗的舅舅。他在唐太宗時期就深受信任，手握重權。长孫無忌一向注重禮教，對高陽公主的行為極為不滿，因此他對高陽公主並沒有什麼好感。失去了父親的寵愛和庇護，高陽公主在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但她並沒有因此收斂自己的行為，反而變得更加放縱。她開始與更多的僧人私通，《資治通鑑》記載，有浮屠秩序迎戰禍福，會弘能事鬼，道士李晃高一，皆司事主。意思是高陽公主又與僧人秩序、會弘、道士李晃等人私通，這些人有的會占卜禍福，有的能看見鬼魂，有的醫術高明。高陽公主之所以與這些人交往，一方面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寄託。除此之外，高陽公主還開始干預朝政。《資治通鑑》記載，主使掖庭令陳玄運司功省計詳，不興賜。意思是高陽公主讓掖庭令陳玄運窺探宮廷的祥瑞與災異，觀測星象的運行。高陽的這些行為無疑是在挑戰皇權的權威，也引起了唐高宗和長孫無忌的警惕。與此同時，高陽公主與房遺直的矛盾也再次爆發。房玄齡去世後，房遺直繼承了爵位和家產，高陽公主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唐高宗即位後，高陽公主再次教唆房遺愛與房遺直爭奪爵位和家產，甚至讓人誣告房遺直對自己無禮。房遺直走投無路，只能上書唐高宗，揭發房遺愛和高陽公主的罪行，並奏求自己的清白，怕牽連到自己。高陽公主的這些行為，不僅讓她自己陷入了困境，也讓房遺愛受到了牽連。唐高宗下令將房遺愛貶為房州刺史，房遺直貶為襲州刺史。房遺愛因此對朝廷不滿，這也為他後來參與謀反埋下了伏筆。被貶官後的房遺愛心中充滿了對朝廷的怨恨，他認為自己之所以會落到如此下場，都是因為長孫無忌的打壓和唐高宗的昏庸。就在這時，他結識了同樣對朝廷不滿的薛萬徹和柴令武。薛萬徹是唐初著名的将領，戰功赫赫，娶了唐高祖李淵的第15女丹陽公主。但薛萬徹性格傲慢，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後來因对朝廷心存怨怼，遭部將舉報，被除名流放。預設還朝後，授寧州刺史一職。薛萬徹回到長安後，與房遺愛交往密切。他對房遺愛抱怨道：“今雖病卒，坐至京師，鼠輩猶不敢動。”意思是我雖然腳有毛病，但只要坐鎮京師，那些小人就不敢動我。兩人一拍即合，開始密謀反叛。柴令武是霍國公柴紹的次子，娶了唐太宗的第7女巴陵公主。柴令武擔任魏州刺史時，借口巴陵公主生病，留在長安求醫，實際上是與房遺愛、薛萬徹等人密謀反叛。此外，他們還聯絡了京王李元景。李元景是唐高祖李淵的第6子，是唐太宗的6弟。他的女兒嫁給了房遺愛的弟弟房遺澤，
因此與房遺愛往來密切。李元景曾自魘夢到手把日月，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有帝王之相的徵兆，因此他也有了謀反的野心。高陽公主得知房遺愛等人的密謀後，也積極參與其中。她之所以參與謀反，主要有3個原因：一是對唐太宗的怨恨，她認為唐太宗殺死了自己最愛的人，剝奪了自己的寵愛；二是對唐高宗和長孫無忌的不滿，她認為他們打壓自己和房遺愛，剝奪了房家的利益；三是對權力的渴望，她希望通過謀反改變自己的命運。幾人經過密謀，制定了詳細的謀反計劃。他們打算在合適的時機發動宮廷政變，廢掉唐高宗，擁厲京王李元景為帝。薛萬徹負責調動軍隊，房遺愛負責聯絡朝中大臣，柴令武負責籌集資金，高陽公主負責窺探宮廷動向。一切似乎都在按計劃進行，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場精心策劃的謀反最終卻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而敗露。公元653年，房遺愛與房遺直的矛盾再次激化，房遺直向唐高宗揭發了房遺愛和高陽公主的謀反計劃。唐高宗得知後大為震驚，立即下令讓長孫無忌審理此案。長孫無忌早就對房遺愛、薛萬徹等人不滿，而且他也想借此機會清除異己，鞏固自己的權力。因此，他对這個案子極為重視，親自審理。在審理過程中，長孫無忌採用了嚴刑拷打的方式，逼迫房遺愛等人招供。房遺愛不堪忍受，不僅供出了自己和高陽公主的謀反罪行，還為了保命，誣陷吳王李克也參與了謀反。吳王李克是唐太宗的第3子，母親是隋炀帝之女，他文武雙全，深得唐太宗的喜愛。唐太宗甚至曾想立他為太子，但遭到了長孫無忌的堅決反對。長孫無忌一直將吳王李克視為眼中釘，如今房遺愛誣陷李克參與謀反，長孫無忌自然是求之不得。他借此機會將吳王李克也牽連進了謀反案中。公元653年，唐高宗下诏將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斩首，将京王李元景、吳王李克、高陽公主、巴陵公主賜自盡。唐高宗在處死這些人之前，曾泣魏氏臣曰：“京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蓋其死，可乎？”意思是京王是我的叔父，吳王是我的兄長，我想赦免他們的死罪，可以嗎？但兵部尚書崔敦禮認為不可。他說：“陛下豈得因親而廢法乎？”唐高宗無奈，只能下令將他們處死。薛萬徹臨行前大聲喊道：“薛萬徹大駕兒，留為國家效死力，豈不嘉？乃作房遺愛殺之乎？”意思是我薛萬徹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本可以為國家效力，卻因為房遺愛而被殺，實在是冤枉。吳王李克臨死前更是大罵道：“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滅族不久。”意思是長孫無忌竊取權力，陷害忠良，祖宗有靈，一定會讓他滅族。而高陽公主，這位曾經寵冠後宮的金枝玉葉，最終也迎來了自己的悲慘結局。她被賜白翎一條，自盡而亡。高陽公主死後，並沒有被陪葬昭陵。在唐太宗的諸位公主中，2位嫡出公主成陽公主和新成公主都因駙馬都尉獲罪而改嫁他人，死後亦陪葬昭陵。而相同性質獲罪的巴陵和高陽公主，在高宗朝卻連同駙馬都尉一起賜死，不得陪葬昭陵，等於從政治地位上
被徹底清洗出皇室。直到公元656年，唐高宗才追赠高陽公主為合浦公主，算是給了她一個名分。房遗爱謀反案是唐初的一場重大政治事件，這場事件牽連甚廣，除了房遺愛、高陽公主等主要參與者被處死外，還有很多人受到了牽連。世中間太子詹事宇文傑、特進、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驍卫大將軍駙馬都尉执事司隶等人，都因與房遺愛交通被流放領表。吴王李克的弟弟蜀王李殷被废为庶人，安置在巴州。房遗直被贬為春州统領尉。薛萬徹的弟弟薛萬倍被流放交州，房玄齡的配享也被罷免。長孫無忌通過這場案件，清除了所有異己，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但也為後來的滅亡埋下了伏筆。千百年來，人們對高陽公主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她是一位叛逆奇女，敢於突破世俗的束縛，追求自己所愛的人。她的行為體現了唐代女性的開放與自由。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高陽公主敢於反抗政治聯姻，敢於與出家人私通，敢於參與謀反，這些行為都極具叛逆精神，因此她被視為唐代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也有人認為，高陽公主是一位禍亂宮闈的罪人。她驕蠻任性，恃寵而驕，不僅破壞了倫理道德，還參與謀反，給皇室帶來了極大的恥辱。她的行為不僅導致了自己的悲慘結局，還牽連了很多人。因此，她被視為皇室的叛逆，遭到了後人的唾罵。客觀地說，高陽公主是一個複雜的人物，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叛逆奇女或禍亂宮闈的罪人來評價她。她的悲劇人生，既有個人性格的原因，也有時代背景的原因。在唐代那個開放的社會，女性的地位相對較高，公主的婚姻也有一定的自由度，但這種自由度是有限的，終究無法擺脫皇權的束縛。高陽公主試圖突破這種束縛，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權利，但最終卻被皇權無情地碾壓。她的故事是唐代女性悲劇命運的一個縮影。對於卞姬，人們的評價也存在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他是一位才情高僧，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才華得到了玄奘法師的賞識，也得到了當時佛教界的認可。如果沒有與高陽公主的禁忌之戀，他很可能會成為一代高僧，名垂青史。但也有人認為，卞姬和尚是一位破戒罪人。他作為出家人，本應清心寡欲，潛心修行，卻與高陽公主私通，違背了佛教的戒律，玷污了佛門的清淨。他的行為不僅導致了自己的悲慘結局，也給佛教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他被視為佛門的叛逆，遭到了後人的指責。客觀地說，卞姬也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既有才華橫溢的一面，也有意志薄弱的一面。他作為出家人，本應堅守戒律，但在高陽公主的熱情追求下，他最終還是突破了自己的底線。他的悲劇既有個人意志不堅定的原因，也有時代背景的原因。在唐代那個開放的社會，佛教雖然盛行，但也受到了世俗文化的影響。卞姬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佛教界的世俗化傾向。高陽公主與卞姬的故事已經過去了1000多年，但這段故事依然被人們反覆提及，反覆演繹。高陽公主，這位曾經寵冠後宮的金枝玉葉，她的一生跌宕起伏，從備受寵愛到失去庇護，從禁忌之戀到參與謀反，最終落得個賜死自盡的悲慘結局。
他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皇權的無情，也讓我們看到了唐代女性的掙扎與反抗。卞基這位才華橫溢的高僧，他的一生短暫而輝煌，從潛心修行到參與易經，從與公主相戀到被腰斬處死。他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複雜，也讓我們看到了世俗的殘酷。這段塵封的往事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殘酷，也映照出了人性的美好與醜陋。它讓我們明白，在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個人的意志和愛情是多麼的渺小，多麼的不堪一擊。它也讓我們懂得，自由與幸福的追求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希望通過今天的講解，大家能夠對高陽公主與卞基的故事有一個更清晰、更全面的認識。如果你對這段歷史還有其他的疑問或看法，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們一起討論。感謝大家的聆聽，我們下期再見。